我是大脸喵。接着上期的视频，打开 ZBrush 导入刚才从玛雅中导出的模型，然后最需要确认的就是整个模型的大小。在子工具这里呢，点击插入，选择正方形的模型。你可以看到整个模型是非常小的，还不如这个立方体大。接下来呢，放大整个的模型到一个合适的大小，到这个比例呢就差不多了。那模型的大小呢，对很多操作都有影响，比如 Dynmesh、Z-Remeasure 等等。很多时候呢，遇到的奇怪问题都和模型的大小会有关系。调整好了以后，就可以删掉这个立方体了。下一步 Ctrl+Shift 点击中间这个部分，然后点击拆分隐藏，把棍子和金箍呢拆分开，这样方便分别操作。把金箍部分隐藏起来，先制作棍子部分的图案。接着在多边形组下点击按 UV 分组，这样呢顶盖和圆柱体就分成了不同的组。然后在折边下点击按多边形组折边，这样呢 Ctrl+D 细分后，整个的形状就不会被平滑掉。尽量给足细分，激活点数到1000万这个数量级就可以了，这样呢才有足够的面数去承载细节。然后把这个模型复制一个出来，我们继续在这个复制的模型上操作。接下来删掉它的细分等级，然后找到表面，打开造波。这里使用 UV 的方式，点击 Alpha 导入龙纹的图案。我用的是这张图，当然呢也可以使用自己的图案。首先关掉混合基本造波，然后呢给一个图案深浅的强度。最关键的参数就是这个阿尔法的比例，这里需要找到一个自己觉得合适的大小。那我这里最后的数值呢是 0.4， 这个花纹的大小就比较合适，然后点击 OK。 现在棍子上呢就有了花纹了，但是目前只是预览，并且呢这个花纹还是反的，这就说明当时分 UV 的时候呢 UV 的朝向可能反了。不过这个都没关系，只需要旋转一下把它调个个就可以了。如果直接点击应用于网络，确实呢可以把花纹赋予给模型，但是这个精度就太低了，一平滑就都模糊了，没有办法呢承载更多的细节。所以想要更好的效果的话呢，最好不要这样直接使用，而是点击下面的这个按钮来生成遮罩。 Shift F 显示出线框图，把这里的 line 去掉，只显示颜色组。接着点击 Ctrl+W 把遮罩的部分呢变成一个新的组，然后 Ctrl+Shift 点击紫色的部分，记住这部分呢应该是要凸起的形状。右侧在边缘环下找到组环，环数给个2就可以。点击组环后不要着急，稍微等它处理一会儿，大概10几秒就能处理好。处理好了以后呢 Ctrl 拖拽一下去掉遮罩，这个重新分组的颜色比较接近。 Ctrl+Shift 点击其中一个组， Ctrl+W 给它一个新的颜色。下一步在变形这里点击按组抛光后面的圆点，变成圆圈后呢就表示抛光的强度更大。那按组抛光直接拖到100，抛光后呢整个的曲线就会变得更圆润一些。再抛光个2-3次，那整个的曲线就会变得更加的圆润。接着 Ctrl+Shift 点选黄色的部分，也就是要凹进去的形状，然后在变形下找到膨胀，往里凹进去大概10左右的数值。再显示出全部的模型，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凹凸效果。最好不要使用遮罩去做形状，那会得到非常多的毛边，处理起来也会很麻烦。接下来呢，找到 Dynmesh 勾选抛光，分辨率给个512就可以了，点击 Dynmesh。变成 Dynmesh 以后呢，260多万的激活点数就可以承载这些细节。那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再细分一次，就可以承载更多的细节。同样是1000万级的激活点数，显然 Dynmesh 呢可以体现的细节更丰富。即使平滑处理，这个细节呢保留的还是不错的。虽然变成了 Dynmesh， 原来的组呢还是存在的。Ctrl+Shift 点选凹进去的部分， Ctrl 点击遮罩住。接着在遮罩这里呢，先点3下扩展遮罩，再点3下模糊遮罩，最后3下强化蒙版。
然后打开变形，向外膨胀一段距离，让形状呢更立体一点。同样的方法，这次呢反选遮罩，选择凸出来的部分，继续到遮罩这里3下扩展遮罩，3下模糊遮罩，3下强化蒙版。然后变形这里先给2个竖直的气球膨胀，因为它更鼓一点，再给2个竖直的膨胀，这样的效果呢就更立体，不只是简单的凹凸了。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呢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去雕刻了。我这里呢只是做个演示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或者参考资料去雕刻。到底要雕刻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完全是看自己的需求，这里就因人而异了。由于时间关系，就不涉及深入雕刻的部分了。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，那么这个龙纹算是完成了。下一步选择之前细分好的这个棍子，再复制一个出来。先删除细分，准备制作星斗的图案。接着使用表面造波，选择 UV， 然后在 Alpha 这里呢导入星斗的图案。这就是从网上找的一张图案，或者使用自己的图案也是可以的。接着关掉混合基本造波，给一个图案深浅的强度，通过 Alpha 比例呢调整图案的大小。但是这里会遇到一个 UV 接缝的问题，中间断开的地方呢就是 UV 的接缝，并且这个接缝的位置呢还有点偏，先点击 OK， 在预览状态下找到接缝，然后呢把接缝的位置转正，这样后面操作起来就会比较方便。解决这个接缝的问题，第一种方法就是先把它变成遮罩，然后通过手动绘制去修复这些遮罩，那这个过程呢会非常的麻烦。另一种方法呢，就是在接缝处创建一个新的形状，把它挡住就可以了。先去掉遮罩，然后把它横过来，再打开造波，这样就可以看到接缝的位置。使用框选遮罩遮住接缝，尽量保证这条形状呢不要太宽，并且位置居中。然后在子工具下找到提取，给一个合适的厚度，点击提取，耐心等待一会儿，提取完成后点击接受，这样呢就得到了一个挡住接缝的长条形状。继续回到星斗图案的这个模型，点开造波编辑，接下来呢就是调整阿尔法的比例，来找到一个合适的图案分布。这个呢就得一边找一边看，最后呢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。那我这里最后的数值是 0.22， 这个分布呢还不错，不大不小，也很均匀。接着把它转化成遮罩，反转一下，然后提取的厚度要比刚才长条的厚度薄一点。点击提取，用提取的方法呢来做这个形状，相对比较简单。最后点击接受，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星斗的图案。下一步呢就是找到 Dynamash， 给它一个足够的分辨率，把它变成 Dynamash。 接着在变形这里按组抛光后面的点儿变成圈，抛光处理一下，再处理一次，就可以让整个形状更平滑。然后 Ctrl+D 细分模型，这样就有了足够的面数承载细节了。接着就可以用一些笔刷来进一步塑造圆点的形状，可以让整体呢更有一种层次感，这样就更像是星斗的感觉了。这里没啥可说的，就是用笔刷呢把形状一个个的放在圆点上。相关的笔刷和制作素材呢我会放在简介里，可以用我的素材，也可以使用自己的素材。那到这里呢，星斗的模型也就可以告一个段落了。接下来制作这个长条的模型，把它单独的显示出来。转到顶视图这个角度 Ctrl+Shift 选择 Knife Curve 笔刷， Ctrl+Shift 从这里切割一下，那目前呢只需要这一侧的形状。接着切割掉下面的部分，只留上面这一小条，然后上面这里也给它切整齐，这条短的形状操作起来呢就会比较方便了。接着到修改拓扑这里找到镜像并焊接，勾选 Y 和 Z 方向，记得打开局部对称，点击镜像让模型对称。接下来把模型横过来，这样呢更方便观察。然后打开 Array Mesh， 利用这个功能呢来复制这条形状。它的好处是只需要编辑第一个模型，其他的模型呢就会自动更新。重复数给个9，那为啥是9呢
9在道家中代表最高的数字，比如9重天、9五至尊等等都是9。下面 y 的数值也输入9，这里有个小技巧，重复数是几，位移的数值就输入几，那么模型就是紧挨着排列在一起。如果把数值变成 9.1， 就能看到模型间的间隙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。接着遮罩住第一个模型的左边，这里呢要关闭对称，模糊几次遮罩，切换到 Gizmo 模式，按住 Alt 把坐标移到最右边这里，通过拉伸模型覆盖住整个棍子的长度。去掉遮罩后呢，这里就跟之前的长度一样了，只不过呢现在是 Array Mesh， 可以随时关闭和打开来观看整个的效果，非常方便。先关掉 Array Mesh，Ctrl D 细分一次模型， Ctrl Shift 点击前面的这个面，把它单独的显示出来，然后利用圆形遮罩勾选方形和中心，在中间的位置拖拽出一个圆形遮罩，接着换成方形遮罩，去掉正方形和中心，在中间拖拽出一个长条形的遮罩，然后再显示出全部模型。反选遮罩后呢，把中间这个部分的形状拉出来，距离不要太大，拉出来一小段就可以。这个形状呢，就相当于是尺子上的刻度。接着先删掉它的细分等级，然后呢给一个高的分辨率，把它变成 Dynamesh， 把有锯齿的地方呢都平滑处理掉，接着再 Dynamesh 一下，面数呢就比较合适了。然后选择之前的圆圈笔刷，在这里呢也做个形状。接下来打开 Array Mesh 看一下效果，由于平滑的原因，连接处呢有了缝隙。先勾选锁定位置和锁定大小，然后把模型稍微拉长一点，缝隙呢就不明显了。接着 Ctrl D 细分模型，打开对称，是 Y 和 Z 方向对称，并且开启局部对称，这样就能继续雕刻一些细节了。可以用各种自己喜欢的笔刷来雕刻，这里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，可以雕刻一些花纹或者云纹什么的，不一定非得按照我这个设计，我只是做个演示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设计和尝试。这个部分呢是可以发散一下自己的想象力的。雕刻完第一个模型后呢，后面所有的模型就都有了细节。这就是使用 Array Mesh 的好处。接下来先关闭 Array Mesh， 接着呢给一个1300左右的分辨率 Dynamesh 这个模型，这样在保持细节的同时呢又降低了面数。然后打开 Array Mesh， 点击生成网格，那 Array Mesh 呢就变成了真正的模型。下一步找到镜像并焊接，只打开 X 轴，关闭局部对称，点击镜像并焊接，那另一半的模型呢也就对称过去了。这个部分也就做好了，可以把之前的龙纹显示出来，一起看看效果。到这里呢，整个棍子的部分就做得差不多了，龙纹、星斗还有尺子的效果呢基本都有了。